过去20年，全球权力的天平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向东倾斜。中国从世界工厂跃升为科技、资本与文化输出大国。与此同时，华人在美国科技核心地带硅谷已经悄然占据了统治级地位。这两个趋势叠加，正在引发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学奇观。华人男性在国际婚姻市场上的议价能力将会指数级飙升，一场华男外娶盛世即将全面爆发。婚姻，尤其是跨国婚姻，从来不是纯粹的个人选择，而是资源、地位与想象力的综合博弈。当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崛起，它会给本国男性，甚至海外族裔男性带来巨大的国家红利。2010年以前，西方社会对华人男性的刻板印象还停留在勤奋但无趣、有钱但没品位、亚洲男不够阳刚。但2020年之后，这个叙事被彻底撕碎。中国 GDP 稳居世界第2，人均 GDP 突破 1.2 万美元，开始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。电动车、无人机、AI 大模型、6G 通讯、太空站、量子计算等硬核科技领域，中国集体领跑。另外，短视频、文化输出、时尚品牌、奢侈品消费力，中国的软实力也在狂飙。当一个国家既富有又有酷感，它的男性自然被重新估值。今天的中国男人，在外国女性眼中，不再是老实但无聊的工程师，而是来自那个正在改变世界的超级大国的精英。如果你以为这只是中国国内男性的红利，那你就低估了硅谷。根据2024到2025年的数据， OpenAI、Anthropic、Shy、Perplexity 等前沿 AI 公司的高管与核心技术骨干中，华人比例持续上升，部分团队华人占比已超 40%。NVIDIA、Google、Meta、Apple 的主任工程师中，华人面孔早已不是少数，而是主流。在硅谷，40岁以下获得独角兽股权，实现财富自由的华人男性，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批量出现。这些人在硅谷的真实处境是，年收入50万到300万美元已属常态。35岁以下手持1000万美元以上资产的华人男性已不在少数，他们往往受过顶尖教育，不少毕业自斯坦福、MIT、清华北大，英语流利，而且健身、穿搭、社交能力完全比肩白人精英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站在人类科技的最前沿，天然带有改变世界的光环。当一个族群同时拥有金钱、地位、智商、颜值进阶路径，再加上来自崛起超级大国的文化加持，其在国际婚恋市场的杀伤力是毁灭性的。与此同时，西方社会正在经历一场隐秘的优质男性荒。欧美白人精英男性结婚年龄持续推迟，40岁仍单身的比例大幅上升。Softboy Therapist Peak 文化让很多西方男性在亲密关系中显得犹豫，过于情绪化。政治极化让欧美本地婚恋市场撕裂严重，很多人宁愿单身也不愿妥协。而华人男性正在填补这个真空，他们普遍更传统，更愿意承担家庭责任，更注重长期关系，经济实力碾压同龄西方男性，文化上又足够西化，能和外国女性无缝沟通。结果就是在旧金山、纽约、伦敦、柏林、多伦多的高端交友圈里，东欧模特、拉美网红、北欧设计师、法国艺术系女生正在以前所未有的热情主动接近华人男性。Tinder、Raya、Hinge 之类的约会 APP 上，把目标改成 Looking for Asian Chinese Men 的外国女性比例，在过去3年内肉眼可见的暴涨。这场华人外娶盛世不是未来式，而是现在进行时，而且正在加速。
2025到2035这10年将是华人男性在全球婚恋市场议价能力的历史巅峰，因为中国综合国力将继续上升，文化输出更强。目前，第一批90后华人科技新贵进入35到45岁最佳婚育年龄，财富与成熟度双高峰，而西方社会的人口结构与文化危机还在加剧。可以预见未来5到10年的大趋势，越来越多的东欧、拉美、东南欧高颜值女性将通过留学、工作、婚姻移民的方式进入中国和北美，与华人男性结合，华人科技新贵加斯拉夫、拉丁、北欧美女的组合将成为一种新的全球精英标配 CP， 混血二代将在北美、欧洲、中国一线城市批量出现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公民。历史从来不缺戏剧性。100年前，华人男性在西方被排斥、被阉割、被禁止娶白人女性。100年后，华人男性却即将成为全球最抢手的结婚对象之一。这不是夸张，也不是幻想，而是国家崛起与个人奋斗叠加之后最自然不过的历史回报。华男外娶的盛世不是即将到来，而是已经开始。那些还在自我阉割、自我贬低，觉得自己配不上外国美女的华人兄弟，请抬头看看这个时代，不要看低自己。风水轮流转，这次终于轮到我们自己了。